而妈妈呢是馆长，什么妈妈是馆长？喂，再来一次，哇！我要从哪里开始？胡适之胡适，说尽天下事。大家好，我是胡适老师，欢迎收看《胡说》。台湾网红何其多，那如果要讲一个近年来最红的网红、争议性最高的网红是谁呢？就是2025年至今话题性最高的陈之汉馆长。而今天我们就要以编年史的方式来介绍馆长陈之汉的故事。我们开始吧。1979年3月12号，馆长陈之汉出生于台北，而他的父亲是宜兰的门阀望族，长期在美国从事贸易。可是，在他国小1年级的时候就去世了。而他的妈妈呢是爸爸的侧室，所以不是正的，是侧的。OK， 所以妈妈呢就比较可怜一点，在父亲过世之后呢，就独立抚养馆长跟他的姐姐，所以家境生活十分拮据辛苦。所以馆长在直播中也常常提到，他是从一个非常可怜的家庭里面这样子出生的。时间来到1995年到1997年，馆长16到18岁的时候，他曾进入协和工商就读，但不久呢就办理了休学了。后来呢就读于智人补习学校，过着半工半读的生活，负担家计。这点在馆长的直播中也常常提到，他很早就出社会工作了嘛，对不对？就一直过着半工半读的生活。时间来到1998年到2001年，高中毕业后不久的馆长呢，随即就入伍服役了。他担任的是中华民国的海军陆战队。后来呢，为了想要负担家中经济，于是就从原本的义务役转成了志愿役，从不愿意变志愿役。然后再来，他当时为了节省支出，所以他常常在放假的时候呢，出去没多久又回到营区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想吃营区提供的午餐跟晚餐，可以节省支出嘛。然后当时他的排长对他也蛮好的，就是常常给他泡面吃。他甚至觉得呢，泡面是世界上最美味的东西。然后后来他军阶升上去之后呢，他担任了陆战6旅的下士班长，然后中士班长，也担任的3地训练教官、2栖基地训练教官以及季级训练教官，也获颁了陆战奖章。然后在921大地震的时候呢，投入赈灾。他直播中也常常讲到，那时候他看到多的尸体，大楼倒塌，那是个多么惨绝人寰、地狱级的画面这样子。然后后来表现好的他呢，就是因为严操部属，因为他认为他对自己的要求很高，而他的部属，他的阿兵哥应该要跟他一样，所以他就严操部属。谁知部属无法忍受他这种操练的态度，于是投诉他。投诉他之后呢，他的部队长官呢，就是对于馆长这件事情的处理方式，让馆长本人觉得心生不满，所以后来又决定干嘛？就是直接退伍了，所以结束其长达3年半的军旅生涯。1999年，20岁的馆长脑海中初次有了想要开健身房的念头，但是呢，苦无没有资金，所以就只是想而已，单纯想、梦想、幻想，当时应该是幻想的层面。时间来到2001到2007年，退伍后的馆长从事过非常多的职业，例如搬运工、送货员、业务员等职务，但是因为都赚不太到钱，所以他觉得我工作好像不太顺遂。而这时候他从社会上看到很多的兄弟都过着很好的生活，开着豪车，戴着名表，戴着辣妹，他就觉得说，难不成黑社会就那么赚吗？于是，在有一次朋友的介绍之下呢，他又在2004年加入竹联帮，在林口的堂口，然后经营讨债公司、围标工程，还有特种行业为生。然后在这个堂口里面呢，他领导了100余名的小弟，但因为帮派这个堂口的收入不足，于是导致怎么样？大家都要吃饭，大家都要花钱。那身为大哥的他，怎么养他们呢？他只能以卡债养卡债，借卡债度日这样子。所以这个大哥越当越穷，人家大哥越当越有钱，他大哥越当越穷，怎么差那么多，对不对？所以他真的不适合混黑社会，因为本人太讲义气，太重感情。然后这时记得他有一次跟他的朋友在路边吃街边小吃的时候，被路过的老外当面呛瞎，也不知道呛他什么东西，因为他毕竟也听不懂，因为馆长的英文当时不是很好，现在其实也没有很好，好吗？然后结果呛瞎完毕之后呢，他也不知道怎么回应，然后心生不爽，于是决定他应该要有一些防身的技术。于是呢，他又向武术老师，我们台湾知名的毕金龙老师、许志明老师、于志宇老师、何立安老师学习武术，开始学习搏击、柔术跟散打，开始了健身及健美训练。时
时间来到2008年就是习武几年的馆长呢，天赋异禀，开始参加了各种技击运动竞赛，并于2008年斩获了台湾搏击散打中正杯冠军、新竹市长杯搏击散打冠军、武状元杯无限量级冠军等奖项。他这些比赛有一些在 YouTube 上面都还查得到，对，所以馆长早期打这些搏击散打是蛮厉害的。可是我们台湾有一个就是搏击散打天花板的存在，一直很不爽他叫做金刚刀，那是金刚狼，那不是金刚刀，好吗？金刚刀，他们两个以前是朋友，可是后来因为一些合作问题，导致呢产生不愉快，所以就变成敌人了。所以金刚刀常常在网络上都就是要臭馆长，说他就是长得很胖啊，大口袋，速度那么慢，怎么可能会打不好了？只敢接受吃屎哥，然后什么这邓家华那种邀请，只要遇到强的都落跑就对，有种来跟我打看啊！所以很多那个网友们都很期待他们两个有一天来打，可是这件事情不会发生的。馆长现在是生意人，忙得不可开交，然后金刚刀这样挑战他，馆长不会有时间可以跟他应战。即便应战要打赢我们的战力天花板金刚刀，我个人认为可能还是有点难。但就是现在，毕竟大家各有擅长。馆长现在的职业就不是搏击散打那个，就是专注在做这件事情，而金刚刀专注做这件事情，所以呢，两个会有一点差别啦。虽然我认识馆长，我不认识金刚刀，可是在这一点呢，我个人还是站在公正的立场。就是我投金刚刀会赢一票啊，但是这个结果谁都不会知道。那如果你们呢，就是来想要参与这个话题的话，麻烦在留言区留言，觉得馆长 vs 金刚刀，谁会赢？来投票一下吧。OK， 好的，好，这就是题外话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同一年他在钟孟宏导演的电影作品《停车》。客串演出 ，YouTube 上也找得到，就是馆长穿着一个黑色的衣服，然后在一个像停车场的地方出现了，反正在里面好像演就是那种维士的，也是黑道大哥的角色就对了，气势十足，很适合馆长本人的气质。时间来到2013到2014年，馆长开设了串烧店酒鬼之串烧，并在店内后方小空间开始收徒弟，并教搏击散打。然后在这个时期，他常常跟他的徒弟坐在串烧店门口的地上，抽着烟，吃着串烧，聊梦想，说他想要开健身房，问大家有没有这个人脉啊，有没有这个机会可以投资他，或者是可以是找金主来投资他。馆长本人也拜访很多以前他在黑社会时期的老大，说可不可以投资他，然后他觉得这些大哥以前都支持他，说以后如果你想要开什么生意，跟我们讲，我们一定会支持你。但是人口中说的东西没有签合约都是不准的。那些大哥嘴巴说，后来都没有真的帮他。然后后来呢，终于遇到了贵人，愿意投资他5000万左右，让他开设健身房。于是呢，馆长在2014年于新北市芦洲地区开设了第一家成吉思汗健身俱乐部。为什么要叫成吉思汗？因为大家可能不知道，馆长成吉思汗的本名最早的名字其实叫做陈思翰，所以陈思翰、成吉思汗配合他的外在形象，是不是非常的适合啊？然后开始推广了综合格斗 MMA 的训练，然后健身房以24小时营运，然后综合训练课程以及亲民价位著称，然后迅速获得市场的肯定。不过他的24小时制在现在呢，好像也被取消了，因为电费变贵，营运成本提高，于是他取消这点，然后也让有一些网友以及他的会员产生不满，还有他的黑粉们都抓了这一点在攻击他。以前的24小时为什么现在没有了呢？反正馆长就是做什么事情都会有争议就对了啦，就是我觉得蛮可怜的。然后时间来到2015年，馆长开设了三重馆以及新庄旗舰馆，还有泸州旗舰馆，就是后面两个都在8月份的时候开设的，所以你看他才开2014年开第一家，后来就是扩张的很快，到2015年就变4家了，所以他的营运状况真的是很棒啦。然后时间来到2016年，馆长开设林口旗舰馆。那我呢，其实就在2016年的时候开始知道馆长这个人。我还记得当时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在滑 Facebook 的时候看到一个短影片，当时馆长都在自己家里面做直播，那时候他在说他算命的过程，那个算命师说他长得怒目横眉，修罗相，修罗转世，巴拉巴拉，然后馆长就用很好笑的方式来评价这个算命师，然后当时我就觉得，这个人讲话很好笑，虽然看起来整个怒目横眉，看起来很凶，可是讲起话来怎么反差感那么高，然后怎么
么那么好笑？于是我开始会注意他，就是一些短影片，会发觉这个人，就是在讲搏击、格斗、健身方面是很专业的，然后在讲干话的时候就干到不行这样，所以我就开始会注意他的节目，注意他的直播。馆长呢，在这一年因为直播中使用粗话批评现况，被网友检举违反了儿童及少年福利法的第46条，并由 NCC 通报需修正内容，引发了舆论关注。因为馆长可能是台湾网红界最早可以在直播里面呢，就是频率很高的使用脏话，也是至今可能唯一一个敢这么做的人，把台湾的言论自由发挥的淋漓尽致的第一人馆长，好吗？可他也因为这样的形象，与众不同形象，所以导致流量一直非常的高。然后也在这一年开始呢，就是他从一个健身、搏击、散打的专业人士呢，开始转入了政治的话题。所以大家一定觉得很奇怪，他明明做健身房的，怎么一直在评论政治？就是从2016年的时候开始步入这样子的议题。然后时间来到2017年就是馆长呢开设了中立旗舰馆。然后民众呢再度检举直播的时候呢污言秽语，遭网友控诉平用国骂。然后再来也在这一年迁居了林口，然后12月举办首届成吉思汗杯全国战力暨格斗赛。时间来到2018年的3月份，有一个自称李小龙传人的人士郭里奥不断电话骚扰成吉思汗。讲到李小龙，你知道李小龙的师傅是谁吗？皮卡丘。他们服装一样，皮卡丘会电击，李小龙也会用电击电自己，让自己速度更快。所以李小龙的死因其实跟他的电击，每天用电击电自己，其实有很大的关系，知道吗 ？OK， 李小龙、李卡丘、里奥纳多、皮卡丘，姓李的怎么都跟皮卡丘有关系？里奥纳多姓李嘛，对不对？然后那再来，然后这个又郭里奥有没有？是不是合在一起？里奥纳多、皮卡丘、李小龙、皮卡丘。郭里奥，你看一堆李都跟皮卡丘有关系，然后不断电话骚扰成吉思汗。你今天晚上打这个已经打3通了嘞，然后打电话过去说要跟馆长约战，不是约跑，是约战。然后后来馆长就报警，然后警方说不要浪费社会资源了 ，OK， 这件事报警没有什么用的，因为他只是不断骚扰，他并没有去侵害你或做实质伤害你的行为，所以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告他嘛。然后后来馆长就决定，好，换个方式好了，采取法律途径解决此事。然后年底呢，因为听闻郭里奥病重，最后心软取消告诉，而且还在直播里面祝福他，希望他可以早日好起来。馆长其实就真的是一个心很软的人，虽然怒目横眉，看起来很凶，但是他的心里的那一个就是状态，跟他的表情其实是完全不太一样的。他就是一个面善心恶不是啦，面恶心善的人，讲错知道吗？好，讲到郭里奥事件这边呢，我要带入一个插曲。因为其实就在郭里奥事件发生的当月份，3月份的时候呢，是我这辈子唯一一次跟馆长见面，也是第一次跟馆长见面。当时我们约见面要谈事情，为什么要谈事情呢？原因是因为在此之前，我在1月份的时候，2018年的1月份，我发行了一首歌，叫做《馆长传》。这首歌，因为为什么我要做这首歌，只是因为以前我在学校教书的时候，当时我在监考。不方便说我在哪一间学校，我在监考的时候太无聊了，没事干，我就把我的手机放在就是讲台上面偷看，就是当时媒体为馆长做出来的一个馆长生平记录，就很像是那种就是台湾什么全纪录之类那种节目就对了，整整50几分钟把它看完了。我觉得对馆长这个人的故事感到有点感动，因为我非常欣赏那种坚韧不拔个性，然后有梦想就一定要完成这种有曼巴精神的个性的人，我都非常的欣赏。于是我对他的故事感到非常的好奇，然后在感动之下呢，就是整个人就有灵感了，于是我就写了。就是一首歌叫《馆长传》，然后写了这首《馆长传》之后呢，过了一阵子把它给发行出来，然后发行出来，我还记得那天的中午，对我只是把它 po 在我的 Facebook 上，然后那天中午的时候，我打开电视，在家吃着午餐，发觉奇怪，怎么各家新闻台都在报我的这首歌，我开始觉得莫名其妙，然后就有朋友打电话过来，老师，你知道你这上新闻吗？我说，奇怪，为什么？后来我就发现，怎么那些每个新闻都在播我的歌？原来是因为我的 Facebook 有一个朋友，刚好是馆长的朋友，他直接标记馆长的私人脸书，不是彪悍哦，是他个人的私人脸书，然后就标记在我这个留言板，然后馆长就把我这个歌呢，就分享在他的彪悍的脸书上面。我还记得他当时打什么
好感动哦。然后于是媒体就报了，然后因为这首歌呢，当时就引起了一些的就是回响流量，大家觉得就是我写的还蛮感动就对了哦，不是我看到大雄不感动，是真的就蛮感动的这样子。然后于是新闻就报，然后报了之后呢，就是媒体有打电话给我说，我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下一阶段想要做的，我就说 OK， 我觉得这首歌的 MV 应该由馆长本人拍。于是呢，媒体就帮我联络了馆长，然后可是联络的初期呢，其实都没有什么进展就对了。后来是我自己私讯馆长说，我真的很希望他可以本人来拍一下这个 MV， 然后并且呢，因为我有一些朋友都是他的粉丝，然后我本人也是一直不断关注着他的直播，然后于是馆长在历经我好几次的骚扰之下，他前几次都不理我，对，大概3次吧，都不鸟我，已读不回，已读不回。偏偏我说我很欣赏有曼巴精神的人，我本人呢也是曼巴精神。曼巴神经病 ，OK， 曼巴精神，我就一直骚扰他，郭里奥，我就一直骚扰他，然后跟他讲说，馆长，你是个遇到事情不会放弃的人，偏偏我也是，我跟他的私讯里面都有这个内容，就说，我说我刚好我也是这种个性的人，所以呢，就是我在这些事情，如果你一直不理我，我就会持续的不断的询问下去，询问到你答应我为止。是不是听起来蛮厚脸皮的？可是我就真的是这种个性。我从小到大做任何事情，只要我想做的事，我一定会把它做到。这件事情只要不伤天害理，不伤害到任何人，它是有正面意义的，我就会把它做到。江坦白，当时我还真的不是为了说要有流量干嘛，不是的，我只是觉得这首歌的 MV 不是由馆长本人来拍，我觉得太可惜了。于是我就一直不断的一直骚扰他。后来馆长呢，就可能是按耐不住我的骚扰了，他突然的回我了。我还记得是当天凌晨的1点半左右，他突然回我，看到那个就点点点，真的打讯息，我想说嘿嘿嘿嘿，曼巴精神果然是会成功的，同频相吸。他就说礼拜5，他说明天小雨会打电话给你，给我你的电话。然后后来呢，隔天我还记得是礼拜6，我在一家早午餐店吃午餐的时候，小雨就打电话过来了，说哦，老师您好，就是我是小雨，就是什么时候方便跟你约时间来林口找一下馆长。于是我就约在下个礼拜5的晚上10点半。于是呢，我就在下个礼拜3月份的某个礼拜5的晚上10点半去林口成吉思汗找馆长。然后当时呢，我就被就是带进了，被他的助理带进了他的办公室。然后办公室的门口还有那个内有大雄，非请勿入。谁是大雄呢？不是啦，是他那只高加索犬，就是最近刚过世不久那位大雄，而且非常的大。然后当时被带进去的时候呢，我坐在长沙发上面，然后馆长直播在那个位置，然后当时馆长在直播，然后助理把我带进来，我就坐到那个位置上面。然后呢，我在坐在那个位置上面，非常的紧张，因为什么？大雄在那边看着我，我一点都不感动，超级不感动的，知道吗？然后大雄呢，则是一直看着我，然后舌头伸很长，然后一直注视着我。助理跟我说：“老师，你就不要动哦，因为大雄是在认你闻你的气味，如果你动一下的话，觉得你是他不认识的人或干嘛，他可能会对你产生展开攻击。然后大雄在我的眼中根本不是一只狗哦，狗是狗。”大雄是大雄，哆啦 A 梦是猫，不是啦，好啦，就这样，大雄就一直看着我这个样子，然后后来我就不敢动。后来呢，馆长呢直播，他就在讲郭里奥的事情，然后一整边干叫，然后干搞这件事情。后来就说不好意思各位，今天直播早点结束，因为我有客人来访。于是馆长从那边走过来了。好了，这时候我要跟你们分享这件事情咯。我不知道馆长本人记不记得，基本上。我们任何人只要出了社会，应对进退，第一次见客人方面，一定态度都长这样子。哦，您好，您好，我是谁？一定能装则装，是不是？能装有多礼貌，则有多礼貌。而馆长就是这样子，穿着拖鞋坐下来，坐到单人沙发，一坐下来的姿势呢是这个姿势，这样就这样子。老师你好，我是馆长，跟我握手，看我还是很有礼貌馆长您好，就是我是某某这样子，然后说，老师啊，这样会不会黄标？就把它逼掉就对了。第九我就吓到，发生什么事情？他说：“你知道那个郭里奥吗？因为他气没有消，他那时候在直播的时候一直在干搞，下来的时候他持续维持着他那个怒气。那郭里奥，你知道这个事件？他每天打电话骚扰我，一直骚扰打不停啊！到底在干什么东西啊？他跟我见面的前1分钟有40秒。”都在骂脏话，我就听他，然后他声音又很大，超壮。馆长的手臂，巅峰时期中弹前的馆长有多壮？他的手臂比我大腿还粗，就一个彪形大汉在我前面疯狂输出。我当时其实有点害怕，所以我又不敢动。大雄看我不敢动，馆长干掉我也不敢动，知道吗？我都呈现有点皮皮抓的状态。那我就一直点头，然后是，我说我知道，我一直知道他一直骚扰你。你不觉得这个人真的是？到底在干什么啦？他，然后后来讲一讲，他还没跟我谈到正题，他的员工跟助理就进来，
大家都叫他师傅，师傅他又打电话进来了，他突然说：“妈，他到底要干什么东西啊？”就一直干掉脏话，说警方要不要处理，林口警方到底要不要处理？后来就是那时候我看到的现况，所以那时候我心里就 always 说：“哎呦，这个人真的真性情。”所以必须讲到这，来讲到这，我必须要评价一下馆长这个人。很多人可能看到这画面觉得这个人没有礼貌，不。只要你在社会上走跳够久，认识的人够多，你就会知道这样子的人其实是没有心机的人，所以心直口快。所以他在看到第一次见客之前，第一次见客的当下，他不会想要去伪装自己，把自己又讲的好，就是表现的好像很有礼貌、知书达理，不，就是真性情。所以这样子的真性情的人，讲坦白的，不论你黑粉怎么干掉他，怎么攻击他，他还真不是一个坏人。这样知道吗？然后就这样，然后再来，我如何评断馆长这个人绝对不是坏人的第二点，当他就是开始后来有点冷静下来，心平气和的时候呢，他开始进入话题，说：“对，老师，今天你找我的目的就是那个要谈论就是 MV 的事情嘛。”他就说：“我觉得你馆长传这首歌呢，就是比较悲情一点。虽然我的故事真的比较悲情，但是我认为现在我的形象呢是比较彪悍的，然后是比较就是有那种英雄气概的。所以我希望如果要我拍 MV 的话，能否帮我做一首符合我现在形象的歌？我想要那种帅气的、霸气的那种音乐，可以吗？所以如果你可以做出来的话，那我就愿意拍。于是后来我说 OK， 好的，馆长，那你需要就是什么样子的音乐风格？跟你们讲的这个，馆长是嘻哈爱好者。对，跟我同路线的，不要看他那个样子，他就是从小到大都听 hip hop 音乐，他也很知道嘻哈音乐分什么样子的类型。他说，最近他就跟我说，最近要有 trap 的风格啊，对，然后还有那种抒情式饶舌的风格啊，还有那种叙事型饶舌的风格啊。我说，那馆长你要哪一种？他说最近 trap 很红，所以我想要做 trap 音乐，陷阱音乐。我说 OK， 好，那馆长没有问题。后来我就花了大概1个月的时间，跟我们台湾一位知名饶舌歌手，就是逆流音乐的老板 MC 耀宗，然后一起做了一首歌，叫做《汉子》。而《汉子》这首歌的 MV 呢，就是馆长就亲自来拍的，就对了 ，OK。然后后来当天在聊天的过程中，馆长也说：“老师你那么瘦，有没有在健身啊？你看你的手臂就那么细一个，看一下我的手臂。”他就把他的手臂比到我这里，还比我的大腿。你看我的手臂比你大腿还要粗，还有粗2倍，真的有够粗的，你知道吗？就真的很粗，虽然只有3公分，不一样的东西，就真的身材很粗就对了，就这样子。然后后来在聊天的过程中，我可以判别他绝对不是坏人的第二点是，他跟我聊了大概1个半小时，接下来已经不是聊音乐咯，他开始跟我分享他创业的故事，他的辛酸，然后以及目前遇到的问题，媒体还没有报，就是一些纠纷的问题，以及他未来的展望，想要开电商。当时的馆长根本没有在做电商，可他把他的未来的展望、未来的想要做的事情，他在当天跟一个第一次见面的我，他不知道我是好人坏人，跟我全部的敞开心胸，讲他创业辛酸史，讲了1个半小时。请问，今天你会跟第一次见面的人掏心掏肺吗？当下我就觉得这个人很有趣耶。对，馆长跟我掏心掏肺，掏了1个半小时。然后我也跟他分享了，说我很多学生都是他的粉丝，然后拍 MV 的时候，我是否可以带我的学生过来跟他一起拍？因为我有些学生想要被他摔，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我在补教界的好朋友也都一起过来拍，对，所以后来呢就是开始促成了这个合作，然后我们就拍了汉子的 MV， 所以你们可以在就是 YouTube 上面搜寻汉子这首歌就对了，就看到当时馆长生平第一次拍 MV， 拍的还蛮帅的就对了。可是看这首歌的回响并没有像馆长赚那么好，因为当时 Trap 风格在台湾其实没有很流行，很多人觉得这个风格怎么怪异。可是如果你用现在人的角度去听的话，就觉得走在蛮前面的耶。其实馆长听音乐是听到蛮前面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跟他唯一一次见面，也是第一次见面的故事。OK， 一个小插曲。好，我们馆长成吉思汗的上集就到此结束，然后继续期待我们下集的播出吧。记得点赞关注哦。